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又到每周一次嘅市場先生與好友三人談嘅時間。大家好，我係湯丁丁。市場先生啊，最近內銀板塊跌咗唔少，其實發生咗啲咩事呢？最近內銀股下跌嘅導火線之一係8月30號，彭博報道話，中國正考慮批准業主為5.4萬億美元嘅按揭貸款進行再融資，亦即係我哋俗稱嘅轉按，目的係降低數百萬家庭嘅借貸成本，嚟刺激消費。買入物業嘅時候，大部分嘅買家都會使用銀行嘅按揭貸款。之後，如果業主將物業嘅按揭轉移到另一間銀行，就叫做轉按。舉例，如果一個按揭物業未供完嘅貸款係300萬元，業主可以選擇將啲未供完嘅300萬元貸款轉到另一間銀行。喺轉按嘅過程，業主係唔需要自己攞300萬出嚟嘅。但係目前內地係冇轉按嘅做法。如果業主要轉按，咁就需要佢自己攞300萬出嚟，還清咗原本嘅按揭貸款，先至可以去第二間銀行再融資。不過由於內地嘅樓價最近都跌咗唔少，新做嘅按揭能否借到同樣嘅錢，咁係另一個問題。如果彭博報道嘅係事實，咁就係內地打開轉按嘅先河，亦都意味銀行要讓利。呢個就係最近內銀板塊轉弱嘅原因。哦，市場先生啊，其實如果內地真係容許轉按，其實影響有幾大呢？目前內地存量嘅按揭貸款平均利率係4.11%，而隨着新造按揭嘅貸款利率不斷咁走低，存量按揭貸款利率同埋新造按揭貸款利率嘅息差擴闊到77個基點，而且新造按揭嘅利率係仍然未見底嘅。聽講最近一線城市廣州新造按揭貸款利率可以低至2.89%。目前按揭貸款佔內地銀行業嘅總貸款大概18%。如果按揭利率下降100個點子，咁對內銀板塊嘅淨息差影響大約係11個點子，對內銀板塊淨利息收入嘅影響會係下跌7%，以及令到淨利潤下跌12%。不過每間內銀承受按揭利率下降嘅能力係唔同嘅。銀行打和嘅按揭利率越低，承受按揭利率下降嘅能力就越高。打和點嘅意思係指喺乜嘢嘅按揭利率水平，銀行做按揭利率生意係盈虧平衡，即係冇賺錢，亦都冇蝕錢。而影響銀行按揭利率打和點嘅因素包括信用成本、按揭貸款嘅不良率，以及銀行本身嘅資金成本等因素。綜合測算嘅結果顯示，招商銀行嘅按揭貸款利率打和點係最低嘅，只需1.76%。而四大國有銀行方面，工行、建行、農行同埋中行嘅按揭利率打和點分別係2.17%、2.07%、2.09%同埋2.31%，咁都唔係好高，只係中行高咗少少。不過相信監管機構唔會一味讓銀行讓利，因為截至2024年6月底，內銀板塊嘅平均淨息差只有1.54%，其實已經冇乜嘢能力去承受淨息差進一步下跌。因此化解嘅方法係讓銀行降低存款利率，將銀行讓利嘅壓力轉介俾銀行定期存款嘅存戶。經過測算，內銀只需將定期存款利率平均下降28個基點，就可以將按揭利率下降100個點子嘅影響完全抵消，將讓利嘅責任轉俾定期存款存戶去埋單。不過無論如何，按揭貸款佔比較大嘅內銀受按揭利率下調嘅影響係比較大嘅。當中按揭貸款佔比最多嘅係郵儲銀行，達到29%，建行亦都有27%。而我自己持有嘅重慶農村商業銀行按揭貸款佔比最低，只有6%。
具體落實到對盈利嘅影響，經過測算，按揭利率下調90個點子，對2025年淨利潤嘅負面影響，建行、農行、工行同埋中行分別會下跌10.4%、10.1%、9.9%同埋9.3%。至於我持有嘅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影響只有1.7%。哦，原來咁嘅，即係就算即係嗰個按揭利率咧，就算可以俾你轉按咧，其實個影響都未必話太大，只要即係跟住一路減息，減好少嘅息俾啲存戶咧，就已經可以轉嫁到個影響。其實都係大家市場太憂慮嘅啫。好，咁市場先生，我就想問下啊，最近咧上個禮拜四大國有銀行都出咗中期業績啊，咁見到都有大部分都派咗中期息，咁你點評價呢？唔該晒。首先喺收入方面，上半年除咗農行嘅收入有微增0.4%之外，其他3家國有銀行嘅收入都係下跌嘅，工行更加係下跌6.3%。喺貸款方面，上半年農行嘅貸款增長最勁，達到11.9%。而淨息差方面，農行係唯一一家第二季嘅淨息差環比回升2個基點嘅國有大行。而工行第二季度嘅淨息差環比下跌10個基點，表現係最差嘅。量價齊升之下，農行上半年嘅淨利息收入增長咗0.1%，而受淨息差下降最大影響嘅工行，上半年淨利息收入跌幅最大，達到6.8%。衡量銀行經營表現要睇 PPOP， 即係指銀行尚未扣除減值撥備嘅利潤，而唔係睇淨利潤，因為淨利潤係可以靠減少減值撥備嘅調整嚟到平滑嘅。上半年只有農行嘅 PPOP 係正增長0.1%，其他國有大行都係下跌嘅。工行嘅 PPOP 跌幅最大，達到8.2%。銀行可以靠減少減值撥備嚟到反哺利潤，大家可以睇到四大國有銀行減少撥備嘅力度係同 PPOP 嘅增速成反比。PPOP 嘅增速越低，咁減少撥備嘅力度就需要越大。工行嘅 PPOP 係倒跌8.2%，減值撥備下跌16.5%，跌幅亦都係最大嘅。結果係上半年淨利潤有增長嘅只得農行一家，增長2%，而其他國有大行喺減少撥備嘅助力之下，將淨利潤嘅跌幅控制喺只有1個多百分點。咁我明白啦，我都見到農行個 PPOP 係有好少好少影響，但係相對其他三大行係下跌咧，完全係最好嘅。咁我都留意到農行真係個業績真係非常之出眾。咁市場先生啊，覺得農行上半年業績表現最好嘅原因係啲乜呢？農行上半年嘅業績表現明顯係比其他國有銀行優勝嘅。我一直都強調，銀行表面上係同質化，但其實深入研究係可以揾到銀行之間嘅核心差異嘅。農行業務嘅大本營係農村地區，目前內地嘅情況係農村地區嘅家庭債務負擔係比較少嘅，而農村地區嘅居民收入受到內地經濟不景氣，譬如房地產銷售疲弱等因素嘅影響，亦都係相對比較低嘅。農村地區嘅信貸需求反而相對比較有韌性。另外，農行嘅1級核心資本充足率只有11.13%，比其他國有銀行低。工行、建行同埋中行嘅1級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係13.84%、14.01%以及12.03%。因此，農行係更加有動力同埋需要去促進資產負債表同埋淨利潤嘅增長。市場先生啊，你講咗咁多內銀嘅資訊俾我哋聽啊，咁其實你對內銀板塊仲有咩要補充呢？咁上半年四大國有銀行都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派息比率都係30%左右。咁最後我講下估值，以今日嘅股價計算，預期 P/E 從3.7倍到4.3倍，預期股息率從7.2%到8.2%。咁其實內銀股
仍然係低 PE、高股息嘅中特股。哦，咁我志陽先生，我仲有一題問題想問下你嘅。咁我想問下你，我見到建設銀行個估值最低，當然佢增長係比較弱啊。咁而農業銀行個 PE 就比較高，但係個股息率就比較低。咁我想問，你係咪持有得比較多高股息嗰啲，即係建設銀行同工商銀行，而持得比較少中國銀行同農業銀行咧？唔該晒。嗱，對內銀股咧，咁我都係以股息率同埋個盈利增長去選擇邊間銀行股嘅。而我目前持有唯一嘅一家內銀股係3618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原因就係佢係增長比較快，同埋佢嘅股息率亦都係比較高嘅。佢預期嘅股息率達到8.6%。哦，原來係仲高啲嘅，原來重慶農村商業銀行3618嗰個股息率係仲比四隻各大國有銀行嘅利息比較高嘅。咁多謝晒市場先生今日嘅分享。咁今日講完港股啦。我每日都用富途牛牛呢一個軟件嚟睇股票嘅。富途牛牛嘅即時報價功能對我非常之有用。另外，富途牛牛嘅資訊都係好豐富嘅。有時一隻股票有異動，我想知道發生咩事，第一時間我就會嚟富途牛牛睇下資訊欄，佢會列出每間公司發生咗咩事。另外，富途牛牛嘅資料庫都係好充足嘅，包括上市公司嘅財務資料。最近我喺雪球睇到內地有投資者提出對新華保險嘅疑問。新華保險上半年嘅盈利係有增長嘅，但係點解每股資產淨值反而係下跌嘅呢？咁我就唔需要自己去計算，我直接嚟富途牛牛呢度睇新華保險嘅財務資料。新華保險上半年每股收益係增長12.07%，但係每股淨資產係下跌咗19%。我就想到，咁究竟中國平安係點呢？我哋又唔需要自己計嘅，我哋只需要利用富途牛牛嘅功能，就可以好快咁揾到2024年上半年中國平安嘅每股淨資產係增加咗2.46%。咁我哋利用富途牛牛就可以好快咁掌握到新華保險每股盈利有增長，但係每股淨資產係下跌嘅。呢種情況唔係行業嘅普遍情況，只係新華保險自己嘅問題。事實上，富途係香港最大嘅零售券商，無論喺股票交易 Apps 下載量、DAU 指標排名，富途牛牛都係位列第一嘅。現在開戶最高可得1800元獎賞。新開戶嘅程序係下載富途牛牛 Apps 註冊，記得喺開戶前喺活動中心輸入專屬嘅月換碼 AZ300BA，額外可得200港元嘅現金券，然後開戶入資，最高可得1600港元嘅獎賞。咁我哋而家就講下美股。咁徐林先生，今日你準備啲咩話題想同大家講下呢？唔該晒。咁就琴晚隻 Nvidia 就跌咗，即係差唔多1成啦。咁就即係都幾驚嚇。咁就所以都借個機會，就不如同大家即係講下隻 Nvidia 嗰個季度業績啦。咁就睇翻啲大數先啦。咁啊就 Nvidia 最新個季度業績就顯示啦，個收入就達到300億美元啦。咁啊經調整嘅收益咧就係0.68美金。咁就如果同按年去相比嘅話咧，咁個營收就增長122%啦。咁個盈利亦都增長咗168%。咁期內個毛利率咧就75.1%啦。咁但係按季咧其實就跌咗3.3個百分點。咁而經調整嘅毛利率咧就75.7%啦。咁亦都係按季跌咗3.2個百分點嘅。咁由於毛利率下跌啦，咁市場亦都擔心公司個利潤率咧就出現咗一個拐點。咁另外咧，對於 Blackwell 嗰個設計嘅存在問題啦，咁 Nvidia 亦都承認咧嗰個生產方面咧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嘅。咁所以喺產品過渡期間咧，嗰個盈利嘅壓力咧就可能亦都係其中一個拖累股價嘅原因咯。咁另外就公司亦都宣布咗個500億嘅美金嘅股票回購計劃。
咁就睇翻即係由於 NVIDIA 過去個業績一直都超過市場預期啦，而今次亦都唔例外。咁但係咧，投資者咧亦都將呢個共識咧視為一個最低嘅標準咯。咁所以即使個業績係唔錯嘅話咧，咁就但係由於似乎咧未達到呢個機構投資者即係所謂嘅 buy side 嘅預期啦，咁所以就股價都係相對比較受壓。咁另外就隨住市值去到接近3萬億美金啦，咁加上一個高基數效應啦，咁其實好多保守嘅投資者亦都注意到咧，公司未來嗰個業績增長咧，幾乎係肯定會出現一個放緩嘅。不過咧，公司表示咧，其實佢哋預計咧第四季嘅產品咧就會帶嚟數十億美元嘅收入啦。咁似乎佢哋公司對於未來嗰個嘅收入嗰個嘅信心咧，依然係比較高。咁就事實上咧，NVIDIA 呢個名咧，即係幾乎可以喺科技界入邊就即係同呢個增長就畫上一個等號啦。咁而事實上，如果你睇翻即係第二季嗰個業績，就其實係出現咗一個唔係令人咁興奮嘅真相啦。因為佢即使依然係一個快速嘅增長啦，但係咧增長就出現咗一個放慢嘅跡象。咁尤其是數據中心嘅營收增長咧，可以話係一把雙刃劍啦。咁年增長咧雖然係高達154.5%啦，但係比前一季咧其實只係環比即係增長16%啫，反映到咧嗰個增速咧其實係正在放緩咯。咁而事實上咧，管理層咧對於 NVIDIA 嘅 AI 芯片咧雖然係充滿信心啦，但係亦都要留意咧就係科技巨頭咧喺 AI 呢個基礎設施嘅建設完成之後咧，需求係可能有機會出現個明顯嘅放緩嘅。而另外一個潛在風險咧，就係 NVIDIA 嘅客戶咧，可能因為擔心供應不足咧而過度訂購。呢種囤貨嘅心態咧，可能會喺未來18個月內咧，導致個需求急劇下降咯。不過咧喺前景方面咧，我認為咧 NVIDIA 依然係有佢嘅獨有嘅優勢啦。首先，目前咧大部分嘅模型啦或者程式咧，其實都需要 NVIDIA 嘅 GPU 所支援嘅 CUDA 咧係進行優化嘅，除非其他公司能夠發展出類似咁嘅軟件啦，否則咧其實就好難進行一個所謂嘅 machine learning 嘅優化。打個比喻啦，CUDA 就可以視為喺 GPU 入邊嘅 C programming language 啦。咁如果係 NVIDIA 嘅競爭對手嘅話，短時間之內咧，基本上係好難複製一個 CUDA 出嚟。咁另外第二啦，生成式 AI 嘅發展咧，可能會由 test to action。咁即係話咧，其實任何人咧可以用任何嘅語言咧去過渡到任意嘅電腦指令。換言之咧，未來大家其實都唔需要學寫程式，而都可以有自己嘅程式設計師去解決每個人各式各樣想做嘅事情。咁而理論上呢個需求咧可以係無限咁大咯。所以個人理解咧，呢個非常之有可能咧會喺下一個浪潮入邊咧發生嘅。咁另外最後亦都不得不提咧，就係 NVIDIA 其實喺機械人市場亦都有一個深耕啦。佢唔止推出咗用於機械人模擬嘅 NVIDIA Isaac Sim，亦都有自主嘅機器嘅 Jackson 系列。呢個亦都標誌住咧 NVIDIA 可以喺新興嘅機械人領域咧，同樣能夠大展拳腳咯。咁雖然咧，機械人嘅市場可能個而家嘅整體規模咧，仍然遠遠少過 AI 嘅市場啦。但係咧，有邊個能夠肯定呢個第時唔會出現一個突然嘅爆發咧？就好似例如Tesla 嘅 Optimus 嘅機械人，如果佢大規模投入使用嘅話，咁可能亦都會出現一個新嘅爆發點。因此咧，其實我對 NVIDIA 嘅結論咧就非常之簡單嘅啫。咁 NVIDIA 喺 AI GPU 同埋數據中心領域咧，依然係具有一個領導嘅地位啦。咁但係增長嘅爆發力咧，應該就會趨向平靜。換句話說咧，NVIDIA 依然係一個強大嘅市場參與者啦，但係快速增長嘅階段咧，可能已經過去。咁而隨住 AI 晶片嘅需求嘅增長咧，NVIDIA 長期嘅潛力咧依然係好強大嘅。不過對於
一啲習慣咗 NVIDIA 不斷刷新呢個嘅增長紀錄嘅投資者嚟講咧，就需要調整翻佢哋嘅期望咯。哦，咁樣多謝徐立賢先生，誒、即係講好多關於 NVIDIA 嘅嘢。咁我想仲問多一題關於 NVIDIA 嘅，咁我就想問下啦。琴日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啦，NVIDIA 琴日都跌咗差唔多1成。咁咧，據嗰個報道所講咧，其實就係NVIDIA 咧就收到呢個司法部咧發咗張傳票俾佢咧，就關於個反壟斷調查嘅。咁其實你點睇關於呢單調查嘅結果，會唔會影響到真係 NVIDIA 嘅前景呢？唔該晒，徐先生。咁 in fact 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刻就唔知真係有一個即係有幾大嘅具體影響嘅。咁不過如果我哋參考翻即係其他即係過往好多即係科技巨頭啦，包括微軟啊，包括Google 都好啦，其實好多時即係對於呢啲嘅反壟斷嘅調查咧，其實一拖就會拖好多年咯。咁而 in fact 其實即係對於呢啲嘅科技巨頭實際嗰個影響，其實就未必係會好大。咁但係咧，今日咧其實即係市場亦都即係有一個好大嘅傳聞咧，就講緊咧即係呢個嘅國會嘅女股神啦，就係呢個貝洛西啦。咁就有好多人就市傳咧，就佢已經咧就將佢之前好大嘅 NVIDIA 嘅倉位咧就已經沽咗噶啦。咁但係咧呢個咧就係暫時無法證實啦。咁由於即係佢哋嘅申報咧係只係需要喺45日內去公布，咁所以咧暫時就未能夠證實究竟佢有冇沽到 NVIDIA 咯。因為咧市場今日講咧就話佢喺呢個嘅發出呢個傳票之前咧就已經將呢個 NVIDIA 嘅股份咧就沽咗噶啦。哦，咁樣原來呢個係即係呢個先係更加大嘅一個不利消息，係咯，咁都幾得意啊！咁我哋都密切觀察佢嘅發展。如果有新嘅發展，希望徐先生可以講多啲俾啲觀眾聽。多謝晒徐先生。咁我想仲問多個問題啊。咁即係除咗 NVIDIA 之外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個比較即係好即將嚟嘅話題嘅。咁咧就係咧利率降低呢個消息啦。咁喺利率降低呢個消息之後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傳到滿天飛，都係一定會減息噶啦。咁其實徐先生你仲有咩股票想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喺減息情況係利好嘅咧？唔該晒，徐先生。嗯，咁就事實上咧，即係隨住呢個聯儲局即係呢個即係會調整個利率政策啦。咁就其實睇翻2024年上半年啦，全球嗰個債券市場咧，亦都係受惠於嗰個債息回落嘅大環境。咁加上你所謂嘅利差收窄啦，咁其實就導致咗咧，對於一個風險較高嘅債務工具嘅需求係有比較大嘅增加。咁而唔少嘅企業啦，同埋一啲政府機構咧，都考慮發行債券咯，以鎖定一個較低成本嘅長期資金啦。咁而穆迪啦，作為呢個全球嘅信用評級市場嘅雙頭巨霸之一啦，咁就似乎咧會迎嚟一個即係佢業務周期嘅一個新嘅挑戰同埋機會啦。咁就睇翻即係2024年嘅第二季度啦。咁穆迪咧其實唔止打破咗收益同埋呢個嘅利潤嘅預期啦，亦都財務上咧其實就上演咗一出所謂嘅超越自我嘅戲碼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市場咧本來預期咧佢嘅回顧收益咧只係3.03美元啦，咁但係交出嚟咧實際係高達3.38美元。咁而預期嘅收入咧只係17.2億美金，咁實際咧就交出咗18億美元嘅收入。咁而穆迪嘅業務咧，可以粗略咁樣分為兩個板塊啦。咁就分別就係呢個嘅穆迪嘅 Investor Service 啦，所謂嘅 MIS 啦。另外就係另外一範咧就係穆迪嘅 Analytics 係 MA。咁 MIS 咧作為呢個評級服務嘅大哥大啦，近年就因為新債券嘅發行嘅波動咧，而出現一個比較周期性嘅。咁而 MA 咧就依靠呢個訂閱嘅模式咧，就提供一個比較穩定嘅收入。而事實上咧，兩個業務嘅收入規模咧，其實就相當。
不過由於個利潤率咧係有差異啦，咁所以其實 MIS 咧大概貢獻咗上半年經調整後嘅經營利潤咧係有大概70%嘅。咁今年第二季入邊啦，兩個部門咧其實都實現咗增長，咁但係咧 MIS 嘅表現咧其實就比較突出啲嘅，咁收入達到10.1億美金啦，咁同比增長咗36%。咁經調整嘅經營利潤率咧，更加由去年嘅55.9%啦，就躍升去到63.2%。咁而 MA 嘅亮點咧，就主要係喺嗰個嘅決策解決方案啦 ，Decision Solution 部門啦。咁呢個咧就增長咗10%。咁入邊嘅 KYC 嘅子分部更加係增長咗18%。咁呢個咧似乎說明咗咧喺今時今日咧企業進行一個商業交易之前咧，對於風險嘅敏感度咧其實係越嚟越高咯，亦都越嚟越依賴咧目的提供嘅數據分析服務。咁而睇翻咧呢個咧亦都可能意味住咧。客戶對於目的嘅依賴咧，已經係到咗一個無法自拔嘅地步。因為咧，其實95%嘅經常性收入咧，似乎亦都告話俾投資者知咧，目的提供嘅唔止係一個種服務咯，而係一種無法拒絕嘅協議。咁呢個咧，肯定係一個好消息。咁而睇翻穆迪嘅股價啦，其實喺過去10年啦，佢嘅 PE 咧一般係大概喺25倍至45倍之間波動啦。咁而家目前咧，2024年嘅預測 EPS 嚟睇嘅話咧，佢嘅市盈率咧大概係42倍啦。咁雖然就未達到歷史嘅高點嘅，但肯定就唔算係便宜。個咧高估值咧，往往係反映到咧投資者對於呢個優質業務嘅深厚嘅護城河嘅認可啦。咁但係亦都意味咧，穆迪可能需要不斷咁樣證明自己增長潛力，而去維持呢個比較高嘅估值嘅。不過講到最大嘅風險咧，可能就要講就係話聯儲局降息嘅步伐可能有機會不如預期啦，又或者通脹意外回升，導致呢個政策出現一個反轉。咁呢樣咧就可能會對穆迪嘅盈利前景咧同埋股價都會出現一個壓力。咁好在咧，而喺當前嘅經濟周期入邊咧，對穆迪嚟講咧係應該係相對利好嘅。至少喺目前可以預見嘅未來咧，呢間公司嘅增長驅動力咧依然係比較堅如磐石咯。咁咧，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徐先生，咁穆迪啦嗰個業績咧，咁超出預期都非常之犀利，都有差唔多10%幾啦。咁即係估值咧，你就話去到42倍左右嘅上限啦。咁睇嚟咧，水位就好似好有限咁。其實大家會唔會預期即係今年即係市場共識係咪會令會有一個超出預期嘅增長咧？咁可唔可以請阿徐先生解答下咧？唔該。咁其實出完業績之後，管理層咧就對於全年個盈利指引咧就俾出咗一個盈利指引嘅，咁啊相當於大概係11至11.4美金啦，咁啊相當於有11至15% 嘅按年增長嘅。咁而睇翻過去嘅記錄咧，其實咧一般佢上下半年嗰個即係個盈利咧，其實就差唔多。不過咧，其實今年咧睇翻上半年咧，以上半年嘅 earning per share 去睇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做咗即係嗰個 guideline 嘅60%噶啦。咁所以其實今年全年咧，我覺得即係超出管理層交出嚟嘅指引嘅機會都依然係好高咯。咁所以我覺得對於今年個盈利我都仲係相對樂觀嘅。哦，原來業績係咁好嘅，咁難怪巴菲特佢都持有呢隻股票都持有咗好多年啊！多謝晒徐先生嘅講解，好多謝晒，唔該晒。咁呢一集嘅內容繼續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非常多謝徐立賢同埋湯丁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